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，我是老杨。现在呢，春暖花开，大家呢，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花园里或者在自己的屋里种一些蔬菜，也可能呢，你过去总是买种子。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呢，很多水果、很多蔬菜呢，从超市买回来，经常会吃了以后，最后剩一点根啦，或者是心啦，要把它扔掉。其实呢，很多这样的蔬菜或者水果都可以直接种植，直接在家育苗，你根本就不需要专门去买那些种子。今天呢，老杨就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从超市买回来的就可以直接在家种菜的这些不需要种子的这20种蔬菜。好了，我首先第一个呢，想给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咱们叫上海青，又叫小青菜。一般呢是上海一带华东地区最常见的小白菜，它呢比较耐热，所以说呢一般呢在这个5月份呢是非常好的种这种上海青的这个小青菜的季节。小青菜呢以蒸煮的方式烹饪比较常见，你可以加一些耗油啦、豆瓣酱啊、生抽，这是最常见的幅度的这种做饭的一些调料。但是最重要一点呢，这个菜心啊，你把这个菜剥下来，最后剩的里边一个菜心，这个菜心你可以直接种植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放在杯子里加清水，水培1周以后呢再种植，这样呢它的成活率可能更高一些，非常容易种，你试一试，绝对会是成功的，不会失败。那么第二种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生菜。实际上也就是咱们的莴苣了，当然它不同种类也不一样。你在这个超市你可以买上面这种生菜，中间这种生菜，这是像圆的。还有呢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特别爱吃，在中超你会买这种叫莴苣。一般莴苣呢又称为生菜、莴菜、春菜，它是呢菊科莴苣属1年生或者2年生的草本植物。但是最近我们家呢种了这2种，这是在这个英国的超市里买的这2种。这个在外边这个吃完以后，也都是中间剩这个心呢，我们把它先水培几天以后，然后再把它移植到菜地里来去。这个第3种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是包菜。其实我最早在家做这种水培和移植呢，我是用这种包菜，外边吃完以后剩中间这个心，大家看中间这个心，当然这个呢，它把它已经切断了，你把这个心留着，然后你先水培。1周以后，你再把它种在地里去就可以。这种卷心菜呢，在不同地方叫的方法也不一样。这个我们有些人叫它包菜，那么有些地方呢叫卷心菜，香港呢叫叶菜，台湾呢又叫它高丽菜。实际上它是个甘蓝的变种，俗名呢又叫洋白菜。这种菜也是种起来非常容易。第4种呢，你可能经常在网上也看到了。就是空心菜，这一般呢是我们这个华人都比较喜欢吃的。我们经常去中国超市的时候呢，看到有空心菜，总会买一把回来炒着吃。其实空心菜呢种起来非常容易，我去年试了一次，非常非常容易。你把这个空心菜拿回来以后呢，它是1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是茎蔓性的，中间是空的，接上呢能生这种不定的根，这是它的特点，因为它的这种接上就可以生不定的根。但是这种菜呢，喜欢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，它耐涝耐炎热，它不怕热。现在5月份呢，你来扦插是正好的，你千万不要到10月份再去扦插，那么它不喜欢冷啊，所以说现在是最好的。它一般喜欢在15到40度这种气候中间生长。其实英国现在还是有点冷，我们白天呢经常10度左右，晚上呢有时候2度1度，所以说现在我要扦插的话，还是一般是放在屋里来养这个空心菜，它是不耐寒的，所以说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。如果说你的那个地区呢，特别在美国的北部啦，对吧，在加拿大，那么有时候呢你相对现在还是比较冷的，那么就不适合种这种菜。你要种的话，只能在屋里种。实际上非常容易，你把上面呢，把这个杆呢留2到3个接点，那么留1到2个叶子，然后你把它插在水杯里，每天换水，这样呢保证它不要感染，不要污染。它很快呢就在这个接点的地方给你生出来这个根。这个生根以后呢，你也可以继续水培。
那么也可以呢，生根以后呢，你再把它扦插到这个外边的土里，因为土里呢营养会更丰富一些，更有利的生长。这样呢，你永远就吃不完的这个空心菜。实际上呢，空心菜呢，这个水培和扦插呢都是非常好养。水培的话还有一个好处，在屋内呢好像盆景一样，看起来挺好看的，这个叶子的形状蛮好看的。另外呢，它也会开花。第5种我想给大家介绍呢是这个木耳菜。木耳菜实际上我个人特别喜欢吃木耳菜。木耳菜呢又叫落葵，据说啊在泰国皇宫他们是御用的皇宫菜，又叫胭脂菜、残菜、非洲菠菜。它炒完以后吃起来呢非常光滑，口感特别好。所以说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吃这个木耳菜的。买起来呢很贵，另外呢在中国超市也并不是经常可以见得到。但是你实际上只要买回来一次呢，你就可以用水培的方式或者扦插的方式。木耳菜的养法呢和这个空心菜非常像，那么我们养过2次呢，都是非常成功的。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，你如果有机会买到木耳菜的话，你就把它呢下边那个梗给它留起来，然后呢把它水培，等它长了这个根了以后呢，你再把它种在花园的土里，或者种在花盆里也是可以的。这样呢你家里就一直有这种木耳菜可以吃了。第6种我想给大家介绍的，大家并不陌生，是个小葱啊，别名呢也有很多，包括青葱啊、大葱啊、叶葱啊。它是一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一般葱白呢它有药用价值，主伤寒、寒热，可以有助于发汗。如果你感冒了，做一些这个面条或者汤，你把这个葱放进去，它有帮助你出汗的功能。你把这个葱买回来以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葱把它的葱叶去除，另外呢部分这个葱白你可以拿下来然后做饭用，剩余的部分有一点葱白呢还有根部，你可以用来种植。一般呢有2到3公分的这种长度，不要剪得太短了，太短的话它的营养也会有问题。如果说你在这个种葱的时候呢，在水培了以后，这个根系发展比较旺了，你可以把它呢种在这个花盆里边去，或者种在这个花园里边。这样呢，这个土里边的营养更多，更有利于这个小葱的生长。但是如果你种在地里边以后呢，你如果想要更多的葱白，那么你要经常追加浮土的。这个小葱生长非常有意思，一般这个外边生长的你只能看到的是葱叶，就是葱白呢都是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所以说如果你需要这个葱白长的话，你要不断的加土，一直要向上盖向上盖向上盖，它只要长出来你就要把它盖上。这样的这个葱白呢会越长越长，越长越高，那么你的一葱呢就会有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葱白。一旦用这种方法去做了以后呢，你买1把小葱你就可以吃很长时间，吃不完。第7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洋葱。洋葱呢又称葱头或者洋蒜，是一种非常见的石蒜科的，它属于葱属的植物，2年生或者多年生，它也是一种草本。那么洋葱呢它有这种鳞茎，它这个洋葱的心呢你可以用来做水培或者直接种植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呢，这下面是洋葱啊，它上面也可以产生种子的。如果你在洋葱种植过程中留一颗洋葱，你自己可以留种了以后你再来种。但是呢今天我给你推荐的都不是用种子来种的，因为种子种有个什么缺点呢？你把种子放上去，然后要几天或者几周它才能发芽，发了芽以后呢，你再把它放在花盆里，再种几周，等长出这个针叶以后呢，你再把它移到地里边去，它就花的时间非常长。像这种呢你直接买回来然后你把它种起来，它就长得更快，用的时间更短。所以说我是感觉到呢，用这种水培或者直接种植的方法呢，应该是最快捷的方法，也最节约时间，也最节约钱的方法。所以说我极力要推荐给大家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洋葱呢，你把它切开以后，这中间呢有个洋葱的心。所以说呢，实际上在切的时候有2种切法，有一种呢大家会介绍呢，你把上面整个这样切一刀，切完以后呢，你把下边这一部分种下去。大家注意切的时候不能留得太少，否则中间这个胚呢就会被切掉，那就不可能再长。
那么还有一种切法呢，你就是把周围一层一层的把它剥掉，剩中间这个心，然后呢你把它种起来就可以了。大家看这个照片呢，就给大家显示它是水培的，然后呢放在这里边加水，每3到5天换一次水，这样慢慢呢上面就会长出来这个青的葱，你可以把上面的葱切掉吃，就像前面的绿葱是一样的。第8种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叫西洋菜，又叫豆瓣菜，也有人叫水田芥或者水芥菜等等，它是一种十字花科的植物。这个菜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了。如果你在超市买的呢，一般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说你是自己到这种外边野地里边去挖的这个野菜，西洋菜或者豆瓣菜，千万要注意一点，因为这种菜呢，它是这个牛和羊的肝吸虫病的第2宿主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牛和羊的肝吸虫呢，它会寄生在这种菜的上面。如果说野生的西洋菜呢，你必须要熟着吃，也一定要洗干净，不能生吃，这样呢防止这种寄生虫的感染。因为这种寄生虫一旦进到你的体内了以后呢，它会到你的肝脏，寄生到你的肝脏上去，然后呢造成肝脏的肝硬化，会引起很大的麻烦。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要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这种菜呢，实际上跟我前面讲的空心菜也好，还有这种木耳菜也好，非常非常像。你就是把这个菜买回来以后呢，把这个茎干呢给它留2到3个叶子，留呢2到3个秸点。这时候呢，你把这个干呢插在一个水杯里，装上水，经常换水。这样的话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下边的在水里泡的这个秸点呢，就会开始生根。那么如果生根以后呢，你也可以继续在杯子里养，当然你要经常换水，否则呢很容易这个有细菌生长。那么你也可以呢，因为它已经有根了，你把它移植在这个花盆里边，或者呢移植在花园里边，这样有土了，营养也更好，实际上对这个菜本身呢也会更健康，你吃了对身体也更有好处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这个水培呢有水培的优点，它可以美观呢像种了一盆花一样。第9个呢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是这个蒜。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容易种的，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有时候嫌麻烦，也就没有种。这个大蒜非常重要一点呢，不光是我们做饭用啊，它而且可以入药。这个蒜叶呢，如果是青的，我们叫蒜苗。那么如果说你在养的过程中，用个这个罩子把它罩起来，它最后呢就会变成黄色，我们叫这个蒜黄。另外呢，它这个蒜里边大家可能都知道呢，它有大蒜素。这个大蒜素呢可以治疗这个毒疮。另外呢，如果小孩子肚子里有这种虫子的话，可以用这种大蒜呢来驱赶这种寄生虫。另外呢，吃大蒜呢也可以提高免疫力，有助于心脏健康。据有一些报道呢，这个大蒜素对抑制这种结肠癌、直肠癌呢，可能有一定的帮助。这个大蒜实际上我们平时也非常容易培养。你可以把这个大蒜，要么把它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水培或者种植，也可以呢，有时候省事儿，我们家里种的就把这一头大蒜，把外边这个白色的皮呢去掉一部分以后，整个把它放在盆子里，加上水就可以了，它就会长。如果是水培，那么每周呢要经常换水。如果是呢你放在这个花盆里边或者地里边，你就不用管它，它自己长得非常好。另外呢，这种大蒜它有一股味道，所以说种在花园里边也不怎么招虫子。我也经常呢，我会把大蒜种在这个花园的4周啊，它甚至还可以帮助防虫。这个咱们刚刚讲完了个蒜，第10种呢推荐就是这个姜。姜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容易种的，一般播种呢1到4月份播种，挑选合适的姜芽，也就是如果说你在超市买来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已经发芽了。那么如果这个芽长得比较旺盛，你就把这个芽点着地方把它切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切出以后呢，你记得一条要杀菌。另外呢，要把这个伤口，你不要切下来直接种在土里，这不行的。切下来以后呢，就把它放在空气里面让它晾干，晾了就是让那个新鲜的伤口呢让它愈合以后，伤口晾干了以后呢，你把这个芽点向上把它埋在土里，一般2周左右就可以生根。然后呢，可以长苗了，长出来苗就是这个样子。
上面还会开花，哎，像珠子一样的，也挺好看的。实际上种在屋里也可以做盆景。长完以后呢，大家记着一条呢，它这个根部呢一定是埋在土里的，所以说呢，你这个呢就不能用很浅的盆子来种，要比较深的盆子。种完以后呢，它下边会结这种块状的根，哎，等长完了以后呢，过一段时间，你整个把这个根拔出来以后呢，就可以吃了，然后再可以留这种芽点再种回去。所以说这个姜一旦你学会种了以后呢，你就不用买姜了。第11个我想推荐大家的是这个西芹，又叫旱芹，也有人叫的西洋芹或者芹菜，哎，或者是福菜，这个不同地方叫法不一样。这个芹菜呢，我们主要是吃这个芹菜杆，芹菜叶子呢也可以吃，但是芹菜叶子吃的时候呢，它有点带点苦味，所以说很多家呢一般都是把芹菜叶子扔掉了。但是我小时候呢，我母亲呢有时候把这个芹菜叶摘下来以后呢，她用水先把它烫一烫，然后把那个水倒掉，这样呢这个苦味就可以去掉一部分，吃起来呢就没那么苦了。这个芹菜实际上呢，它不只是一个菜，它也有药用的价值。它可以利尿镇静，甚至可以降低血压，减轻这个肌肉的痉挛，还可以促进食欲。每年呢一般是6月份播种，一般2个月左右呢，你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芹菜了。但是有一点呢，这个芹菜呢是耐寒，不喜欢高温，所以说一般呢15到20度左右生长比较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处在你比如说美国的南部，哎，有些地方呢天比较热，30度、40度，那么芹菜呢可能种植起来就不是特别好。芹菜呢是这样的，你把外边的芹菜剥掉以后呢，中间会留个心，大概2到3个这个叶子，然后呢你把它做水培，放在水杯里，加上水，它就可以了。哎，或者呢你直接把它种在土里也可以。那么我是怎么弄呢？就先在水培里培1到2周，等它下面长了一点根了以后呢，你再去种植，这样呢成活率会更高一些。这个第12呢，大白菜。其实大白菜呢是原产地是产于中国的蔬菜，所以说呢，在英国的超市里它就叫中国大白菜，叫 Chinese leaf， 粤语呢也叫绍菜。这个大白菜呢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V、维生素 C， 含有钙、镁和这个钼这种少数的这种元素。实际上呢，据报道，这个大白菜呢有护肤养颜的功效。另外呢，也有人说这个它里边含有这个钼啊，钼本身有防癌的作用。在秋季玉米收获的时候播种，一般是冬天播种，大家记到这一点啊。哎，在初冬的时候收获，所以说我们经常讲有冬出大白菜。哎，收获了以后呢，然后大家都把它保存起来。大白菜呢特别耐储存，哎，你把它放在家里，只要不要特别热，它就能放很久。所以说在家里呢，你也可以做水培。你比如说大白菜外边的叶子吃掉了，中间剩一个这个很小的一个白菜心，那么你把它放在水杯里加上水，它就能生长，非常非常容易的。这个叶子只要有了水，它就可以长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把这种大白菜直接种在花盆里边或者菜地里边。我家呢就是先在这个水培1到2周以后，再把它移在菜地里边去。第13种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叫蜜蜂花，实际上呢又叫柠檬香草，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它的培栽呢和管理都非常容易，喜欢这个湿润的土壤，耐热也耐水，所以说热一点不要紧。如果你这个中间水比较多，它也比较不要紧，它不怕这个涝啊。这个日照啊或者半阴呢都可以，你种在一个阴凉的地方，它也能长。所以说这种蔬菜呢是非常容易生长的。一般你如果说拿种子来播种呢，你要在5月份来播种，因为它耐热，对吧？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好。一般20度左右呢，催芽是最好的，所以这就是5月份。你要是7月份、8月份温度过高，对发芽呢反倒可能不是太好。那么你也可以呢，在超市买回来以后，通过这种扦插繁殖的方式来种这种蜜蜂花或者这种柠檬香草，是非常非常容易成活的。所以说我建议大家，你在超市买了这种菜以后呢，稍微留一点，你把它养起来，你以后呢就再也不用去超市去买了。第14种呢，也是我们中国人爱吃的菜，叫茴香，又叫呢小茴香，
也叫甜茴香，它是非常耐寒的多年生的草本植物。就像右边的这个呢，其实在这个英国的超市里，我们经常可以买到这样的菜。这样呢，实际上上面呢，你看这就是小茴香。我们中国人一般喜欢拿这种小茴香来包饺子，吃起来呢味道比较好。最佳的种植时间呢是春季的3到4月份，以及秋季的8到9月份。那么我们在家里边呢，就把外边这个皮剥掉以后呢，调菜吃，中间剩它的一个心呢，就放在水杯里边水培，它生长的非常快，时间非常短就发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水培了以后呢，我后来呢又把它移植到这个菜地里边去，后边我也可以有个视频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将来上面的这个叶子你就可以用来包饺子了。还有第15个呢，给大家推荐呢是枸杞。其实咱们中国人经常呢用枸杞来煲汤，对吧？炖肉都可以。另外喝茶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会放一些枸杞。枸杞的果实呢，我们叫枸杞子。其实我们经常吃的呢，实际上就是枸杞子。它的嫩叶呢叫枸杞头。这个枸杞呢，大家都知道有药用价值，它补精壮阳，腰膝酸痛，治疗这种眩晕耳鸣了。所以说这个药的这个是大补的药。为什么我们在煮肉的时候要用？但是注意一点呢，在这个古代传说啊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它有补精壮阳的作用，所以说古代的时候呢，如果家里有这种男同胞呢，要远出门去做生意也好，打工也好，那么就是说，如果你一个人单独在外呢，你就不能吃枸杞，因为它补精壮阳。如果你一个人在外的话，吃这个枸杞，实际上有可能呢是不太好的，会出事的。这给大家开个玩笑呢，但是确确实实枸杞呢是有这些药用的价值。那枸杞子呢，你本身就可以拿来育苗，像我们在这个街上买的枸杞，它本身就是像这个葡萄干是一样的。你把这个枸杞呢，把它揉碎以后，里边有非常小的这个籽，你把这个籽呢放在花盆里，它就可以育苗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家里有这种枸杞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在中超买这种枸杞的苗，买回来以后呢，调菜吃。那么你也可以剩一点苗来扦插，它就和那种空心菜是一样的，非常容易扦插。你要么也可以水培，等它生根了以后，把它种在花盆里，或者种在这种菜园里去。这样呢，你家里就一直有这种枸杞了。枸杞一旦长起来以后呢，你以后呢就永远不需要再去街上去买这种枸杞了。另外枸杞子也有了，枸杞子长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这个果呢非常漂亮啊，看起来很好看的。所以说呢，你也可以种在屋里，把它做盆景用。第16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蘑菇。蘑菇呢大家都喜欢吃，而且蘑菇的品种特别多，说句老实话。但是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蘑菇种起来很麻烦，所以说呢，基本上很少有人在家种蘑菇。但是我想告诉你呢，蘑菇种起来太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蘑菇呢，实际上它是一种大型的高等的真菌，它是一种真菌，就跟细菌是一样的，它是另外一类的。它是一种真菌，真菌也就像你想象，如果你这个馒头放在这个屋里时间长了，它也会生霉啊，那个霉呢就是霉菌了，实际上跟真菌呢非常接近的。所以说它是个活的东西。你蘑菇买回来家里边，它里边就有这种真菌，它是活的。那么你只要把它种在一个适当的地方，它就很容易就长蘑菇，对吧？另外这个真菌呢，它本身呢，大家知道这个蘑菇有这个菌伞，另外有菌柄，也就是蘑菇柄了。这个菌伞呢，它的下边呢，有这种皱褶，这个皱褶成熟的时候呢，它就产生了孢子。这个孢子咱们肉眼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会飘到周围去。通常呢，这个蘑菇呢是叫孢子生殖，也就是产生这个孢子本身呢，就可以产生新的蘑菇。但是这个孢子呢，它产生什么？它叫单核的菌丝，就只有一个核。然后呢，它有正的和负的这交配型的菌丝，它互相结合以后呢，形成一个双核菌丝。这个双核菌丝呢，发育以后就成为这个蘑菇的这种子实体，也就是正儿八经我们要吃的蘑菇了。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实际上非常容易的，你只要把这个蘑菇它这个
菌伞的腹面的皱褶的部分，它会产生孢子。你把这个地方呢种在这种爆花销里，就是木销上面，你也可以买这个木销。当然种这个要千万注意，因为它是真菌啊，你不能有细菌污染。所以说我们种之前呢，要把这种木销呢，要把它放在笼上，把它高压消毒。消毒完以后呢，然后你再把它晾干，然后你再把这个菌丝撒在上去，然后把它喷上水，喷的水也应该是干净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自己种蘑菇了，非常方便。你想种这种平菇也可以，你要想种这种小的这种菇也可以，甚至呢金针菇你都可以在自己家自己种。实际上一旦你种过一次以后非常方便，而且呢你只要菌丝放在消毒的这种爆花这种板上，这种木销上面以后呢，你把塑料袋一扎，你就不用管它，它自己就长了。所以说非常容易。大家没有做过的话，你会觉得哎呀太麻烦了。其实这个呢最容易，甚至呢比其他的那种前面我讲的几种菜更容易。为啥？这个你就不用天天去浇水换水，只要一旦把它弄好消毒好，把它放进去，口袋一扎，你就放在那，放在车库都行，然后它自己就长了。第17个呢，想给大家讲讲这个辣椒。其实辣椒呢品种是特别多的，有这种甜椒啦，有这种朝天椒，还有这种尖辣椒。根据情况，大部分人可能喜欢吃这种甜椒，甚至外国人呢特别喜欢调沙拉用这种甜椒。那么也有人呢喜欢吃这种特别辣的辣椒。这些呢也都是自己可以种，你根本不需要去专门买种子。为什么？你在超市买回来的这种辣椒，对吧？它本身呢它都有种子。这个辣椒呢也有很多功能。大家一般过去我自己也误认，我还是医生啊，我总觉着食用辣椒呢有可能会导致胃溃疡，甚至造成胃穿孔。所以说我过去经常建议别人，如果你胃不好呢，就少吃辣椒。但是据这个科研报道呢，有人说食用辣椒呢反倒能降低患胃溃疡的几率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只不过从网上查的。有人说它有可能降低胃溃疡的机会。你有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查一查。也有人说呢，这种辣椒有一定的防癌功能，因为它其中有辣椒素。另外呢，辣椒可以防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专门去查一查。另外，这个辣椒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。辣椒呢，你从超市买回来，对不对？打开里边就有籽儿。这个辣椒籽儿呢，你可以在室内育苗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室外种植。但是从这个第17以后呢，我就不能说它就是你不需要这种种子了。其实只能说你不需要买种子，因为你自己吃的辣椒就有种子，你还不把它扔掉了，然后呢，你再到网上去买种子，其实真是没有必要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大家你在吃辣椒的时候把它剥开，种子呢就直接把它撒在这个花盆里边，过个几天到1周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辣椒籽呢已经发芽了。然后你把它种在花盆里，等它长出针叶以后，你再把它移在花园里去，它很快呢就能长出漂亮的这个辣椒。那么有时候有些朋友呢也会把辣椒种在屋里做盆景，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。第18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牛油果。我去年还真正试了种牛油果，非常成功。牛油果呢乍看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，因为它那个壳呢非常硬，但是你一旦知道怎么种呢就非常容易。牛油果呢你在网上查，它又叫鹅梨，或者叫黄油果，也叫洛梨，就是不同的地方称法不一样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大家呢称这个牛油果呢是超级食物，因为它的含的油脂的量非常非常大，所以说含能量也非常高。但是这个牛油果记着一条呢，不能加热吃，因为加热以后呢会产生苦味儿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呢，很多人拿牛油果呢通常是用它来干什么？调沙拉用，甚至呢做牛油果酱，然后做三明治的时候呢把它抹在三明治上。实际上呢都是生食的，所以说不要加热，加热呢会发苦。种植这种牛油果鹅梨呢是非常非常容易的。它这个你先把这个核拿出来，看大家在这里的这个核非常硬，如果你把它核放水里，它永远不行的。怎么办呢？你用这种牙签呢把它外边这个地方呢，你把它这个穿刺，
穿到它的果核的位置，然后把它放入水里边，直到根长出来。其实放的时候大家看呢，一般是用一个杯子，你把下边1/3，然后泡上水就可以了。然后逐渐呢，它就会把这个牛油果的这种核呢，把它泡裂开一个缝，然后根呢从下边插到瓶子里去，上面会长出来一个这个牛油果的苗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种在这个花盆里边，或者种在地里。这个牛油果种在花盆里边呢，像盆景一样，它的叶子也是非常好看的。这是牛油果的叶子，可以看。然后呢，如果种在院子里，它会长成一棵树啊。但是有一点呢，如果你要想叫它长成树，然后给你结牛油果的话，牛油果呢，它本身这个树上有两性花，有雄性花，也有雌性花，但是它很难自花授粉。第一次呢，它开的花是这种雌花，雌花开完，雌花闭了以后，然后它才开雄花，它俩不在一起。这也就是说，像这个夫妻俩整天不见面，两地分居，那么它永远不可能然后结出牛油果。所以说一般来讲呢，如果你要种牛油果是做盆景的话无所谓，你要想让它结果的话，一定要种2颗，你种2颗牛油果，这样呢它才能够互相授粉，这样你才能够结出牛油果。第19种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呢是红薯，又叫番薯或者地瓜，也有人地方叫这种番芋等等。实际上这个红薯呢是常见的多年生的双子叶的草本植物，能降低胆固醇，预防血管硬化及高血压等血管性疾病。另外呢，它这个多吃红薯呢，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。另外红薯呢，它有一个特点呢，抗病虫害的力量特别强。也就是你在超市买的红薯，它一般不会打农药，因为这个红薯很少生病虫害。所以说这个红薯你买来的时候呢，如果买的皮比较好的话，最好呢连皮一块吃，皮里面呢也含有不同的这种矿物质，对身体会有好处的。另外这个红薯呢，你种的时候它对土壤的品质要求非常低，栽培非常容易。这个番薯呢，你可以水培育苗，像这个呢，就是你把一个红薯放在一个碗里边，加上水，然后呢，它就慢慢就会长出来个红薯苗。一旦长出红薯苗以后呢，这个番薯的这种藤可以用来扦插。你把这个藤拿下来，它不需要有这种根的，直接把它剪断，你就可以插在这个花盆里边，插在地里，然后它自己就会长出来这个根，重新长出来番薯的叶子，非常容易。另外红薯呢，它的藤是爬藤，你一旦把它种下去以后，它会向四周爬，然后它一旦这种叶子又长出来了，你可以把它再掐一个，然后再去插，然后你很快呢，你家里就会插出了很多的这种红薯。最后一种呢，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这种马铃薯、土豆。实际上马铃薯、土豆呢，它实际上呢，也属于这种茄科茄属的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它的块茎呢可以食用。这个土豆呢是全球第4大重要的粮食作物。将来有时间咱们再给大家谈呢，这个4大重要粮食作物，都有哪些？这个马铃薯呢，多用这种块茎繁殖，也就它不需要种子，它的这种土豆本身呢就是种子，就可以拿来繁殖。这种土豆呢，性喜冷、凉、高燥，也就是对这种比较干燥啦、冷的这种气候呢，更适合土豆的生长。它对土壤的适应能力也比较强，在湿热地区它也能生长。但是呢，湿热地区呢，你像这个美国的南部，如果你种了以后呢，长一代以后，明年呢你还要再留种，再去种。为什么？你种1年以后呢，它的品质就会退化。你要从这种天气比较凉的地方种的土豆拿回来再种，这样呢才效果比较好。所以说土豆的种植呢也是非常容易的。你种完以后，一旦它长成熟的时候呢，一旦它的这种藤枯萎了，你就是该把它拔出来了。拔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个大的拔出来，小的留下去，然后明年呢它就会接着长。所以说呢，一旦种一次，你就不用年年种。好了，今天呢就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给大家讲了这种不用种子，或者说自己呢不用买种子，在家就可以种的20种我们经常用、经常吃的这种蔬菜，希望呢对你会有些帮助。
如果你在种菜中间呢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我下边给我留言，我会及时回答你的问题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，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一定记着点击下边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谢谢你的收看。